现如今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注射安乐死的死刑方式，全程无痛，快速终结生命，最大程度减少罪犯的痛苦。但日本至今仍保留着极具争议的绞刑制度，这也是当地法律唯一认可的死刑执行方式，和无痛注射死刑截然不同。日本绞刑全程不使用任何麻醉手段，行刑过程充满恐惧与绝望，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耗时15分钟左右，才能彻底确认罪犯死亡。这份极致的残酷，让这项刑罚常年饱受外界争议。あるいは糞尿が出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が、それでも亡くなるまでは14分30秒平均かかってるんです。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考えれば、いや、本人はもうポンと首が落ちた瞬間に首が外れて、说起日本绞刑的真实过程，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2008年秋叶原无差别伤人案的凶手加藤智大。当年他在东京秋叶原街头肆意行凶，无差别攻击无辜路人，最终造成7人惨死、10人受伤的惨烈后果。罪行滔天的他，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。判决生效后，他被长期关押在东京拘留中心，开启了长达14年的单独监禁生涯。作为恶性重大的死刑犯，他享受着监狱的重点管控待遇，牢房仅有1个停车位大小，空间极度狭小压抑，日常管控更是严苛至极，每周仅有1小时户外活动时间，且全程有2名狱警贴身看守，3餐饮食全部通过牢房的专属小窗口递送。同时，狱方清空了牢房内所有危险物品，剔除一切尖锐边角，就连屋内的桌子都换成了圆角椭圆款式，从根源防止他自残或闹事。就这样，加藤在极致压抑环境里被关押了14年。直到2022年才迎来最终的行刑审判。日本绞刑的执行逻辑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程保密，临时传唤。狱方会提前敲定行刑时间，但对罪犯绝对保密，只会在执行前2小时临时带人。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，一方面能稳住罪犯情绪，避免其提前陷入恐慌后自杀逃避刑罚，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惊扰隔壁牢房的囚犯，从而引发整体骚乱。狱警带人时说辞也十分委婉，大多只会告知神父找你谈话，根本不会透露任何行刑相关信息。加藤智大的行刑当天，原本死寂的牢房楼道突然传来嘈杂声响，牢房门被骤然打开，看到狱警肃穆凝重的神情，煎熬多年的他瞬间明白自己的末日来临，哪怕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依旧被吓得双腿发软，浑身颤抖。最终在2名狱警的搀扶压制下，勉强挪步前往祷告室。祷告室是罪犯最后的缓冲空间，这里会有专职牧师进行心理疏导。当然，要是囚犯不信奉基督的话，也能去到佛堂。行刑前的半小时里，罪犯可以自由书写遗书、喝茶、吃零食，甚至可以抽烟平复情绪。这也是冰冷刑罚中仅有的一点人文缓冲。缓冲结束后，罪犯会被带入专属预备行刑房间，届时监狱长以及行刑人员、观刑官员和医护人员全部到场。监狱长会当众宣读处决判决书，随后狱警会开展一系列准备工作，先用白布遮挡罪犯双眼，再套上黑色头罩。这套操作有2层意义，一是减轻行刑人员的心理压力，避免直面罪犯的死亡瞬间；二是给予罪犯最后的体面，保留基本尊严。之后，狱警会将罪犯双手反绑，固定双膝，以免在行刑过程中出现剧烈挣扎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囚犯会被送入密闭的双层行刑室。日本行刑室设计十分特殊，分为上下2层，操作区和执行区相邻，场地昏暗压抑。房间正中央是一块可瞬间开合的红色活动踏板，也是整个行刑装置的核心。罪犯站在踏板的指定位置后，狱警会将专用麻绳牢牢套在其脖颈处。而为了分摊行刑人员的心理负担，降低杀人负罪感，操作室内设置了3个完全一样的按压按钮。3个按钮中仅有1个是真正的且随机的行刑开关，没人知道自己按下的是否是致命按键。而且参与行刑的狱警事后都会领取2万日元的专项心理补偿金，用于疏导行刑带来的心理创伤。待所有准备工作完毕，随着监狱长一声令下，3名狱警会同步按下按钮，脚下踏板瞬间悬空打开，罪犯从4米高空骤然坠落。巨大的下坠冲击力会瞬间折断颈椎，实现快速晕厥，即刻死亡。但这只是理想状态，实际行刑中经常出现意外。一旦绳索长度下坠角度出现细微偏差，罪犯就无法一击毙命，只能悬空承受窒息折磨，在痛苦挣扎中缓慢死去。行刑室下层会驻守检察官、医护人员和监督官员，全程监督行刑过程。行刑结束10分钟后，医护人员会首次检测罪犯心跳，确认生命体征，间隔5分钟后再次复核，彻底确认罪犯死亡，才会清理遗体并通知家属认领。
其实日本的死刑判决极其严苛，不会轻易判处极刑，只有犯下连环杀人、无差别伤人等重大恶性罪行的罪犯才会被判处绞刑，绝大多数重刑犯只会被判无期徒刑。东京这座知名监狱关押着600名杀人罪犯，超半数都是逃过死刑的犯人。这里实行军事化、严苛管理，囚犯每日仅有半小时锻炼时间，其余时间全部强制劳作。部分年轻囚犯还要承担照顾高龄狱友的职责。监狱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，不少囚犯年近90，常年的牢笼生活早已磨灭他们的记忆，淡忘自身罪行。还有部分老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症，生活完全无法自理，只能依靠其他囚犯照料。尽管日本绞刑的残酷性一直饱受全球争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相比于受害者承受的痛苦，家属遭遇的终身创伤，罪犯所承受的死亡折磨根本不值一提。这套极具威慑力的刑罚，既是对恶性犯罪的强力震慑，也是对无辜受害者的最终告慰，是司法正义最直白的体现。